小罪合破障。今日同大家回顧一下馬家健冤案。喺2016年，香港發生咗一宗可以話係醜聞級嘅冤案。一名20歲青年因為一連串嘅司法失誤而坐咗5年冤枉監，而案中嘅主犯竟然直到而家仍然係逍遙法外。喺21世紀呢個文明嘅社會，竟然會發生呢一件咁樣嘅事情，實在係難以想像。今日我會同大家回顧一下呢一宗案嘅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等大家可以對呢一次司法界嘅大醜聞可以有更詳細嘅理解。你嘅支持就係動力，留言、訂閱、分享、點讚，加入埋小組合 Patreon， 支持小組合繼續發聲啦。案件嘅主角係馬家健，案發時候20歲，同父母仲有細妹一齊住喺梨木樹村。雖然家境唔算好，但係為人勤力上進，日頭工作，夜晚進修，係一個背景良好嘅青年嚟嘅。但係十分唔好彩，佢嘅父親就喺佢坐冤獄嘅期間過咗身啦。事件嘅開始係喺2016年10月19號，一個包裹由巴西寄到香港，包裹上寫嘅收件人係 Cat Beauty 嘅 Mr. Lee， 但係地址就係馬家健位於梨木樹村嘅住所。當包裹嚟到香港嘅時候，海關人員發現包裹裏邊係價值190萬嘅可卡因，海關於是立即安排海關人員假扮係郵局職員，假裝送貨。但係幾次呢一度都因為冇一間叫做 Cat Beauty 嘅公司，亦都冇一個叫做 Mr. Lee 嘅人，所以幾次都係派送失敗嘅。直到5日之後，即係2016年10月24號，海關人員喺馬家健嘅住所嘅信箱留低咗郵件領取卡，並派人長時間監視睇下有冇人拎走呢一張卡，然後到郵局領取包裹。監視之下，海關人員發現馬家健個細妹喺信箱拎走咗呢一張嘅領取卡，並放喺屋企一張台上邊。喺再之後一日，即係2016年10月25號，馬家健帶住領取卡去到將軍澳港鐵站，但之後又將領取卡帶到去寶林站，並將呢一張卡交到一個男人手上。而根據馬家健後來嘅口供，當日佢係根據拉麵店舊同事洪志謙嘅指示，將領取卡帶到去將軍澳站嘅。而中途亦都係收到洪志謙嘅通知，將交收地點改為寶林站嘅。但最後領取卡係交咗俾一個叫做阿強嘅男人。由始至終並冇任何跡象顯示馬家健係知道包裹裏邊係放啲咩嘅。嗱，我哋見到啦，直至目前為止，雖然仲未有確實嘅證據證明馬家健係知道包裹裏邊放嘅係乜嘢嘅，但係好明顯佢嘅嫌疑仍然係十分之大嘅。但係由於運毒罪嘅控罪元素係包括要證明被告係明知佢所運嘅係毒品嚟嘅，所以喺呢個階段，執法人員係需要進一步嘅搜證去證明佢明知包裹裏邊裝嘅係毒品嚟嘅。至少海關所搜集到嘅證據係要做到可以作出唯一合理嘅推論，馬家健係知道包裹裏邊係有毒品在內嘅。喺大約個半星期之後，即係2016年11月3號，海關正式將馬家健拘捕，並喺翌日喺機場海關進行咗錄影會面作供。當時佢嘅作供係咁樣嘅。幾個月前，我嘅舊同學洪志謙叫我借個地址俾佢用，佢話用嚟收一啲貨品嘅。我相信佢用嚟收嘅貨唔係一啲非法嘅物品嚟嘅，可能係一啲水貨之類嘅嘢啦。所以我咪答應咗借個地址俾佢用咯。咁之後，我喺信箱收到領取郵件嗰張卡，所以就通知阿謙啦。阿謙叫我唔使自己去拎嗰件包裹噶，只要將張卡交俾佢就得噶啦。佢約我去將軍澳站將張卡交俾佢，但去到嗰陣時，佢又突然之間改變主意，通知我要改喺寶林站交收。但去到嘅時候，交收嗰個根本就唔係佢嚟嘅，係一個叫做阿強嘅人。咁我就俾張卡佢咯。咁之後，雖然阿謙都係俾翻1000蚊我，但係嗰1000蚊係同呢件事冇關噶，唔係報酬嚟噶，係阿謙之前爭佢嘅賭債嚟噶。由始至終啊，我都唔知包裹裏邊嘅嘢係乜嘢嚟噶。嗱，咁好明顯啦，馬家健呢一份口供其實係否認自己係知道包裹裏邊嘅物品係毒品嚟嘅。咁仲唔止喎，佢係話佢係連裏邊放嘅係乜嘢都唔知嘅。佢一心係以為只係借個地址俾人用嘅啫。就連之後洪志謙俾佢嘅1000蚊，佢都只係話係之前嘅賭債嚟嘅啫。咁既然馬家健死口唔認啦，海關人員就嘗試從2個人嘅 WhatsApp 對話，睇下係咪可以揾到任何蛛絲馬跡，顯示馬家健係知道包裹裏邊嘅嘢其實係毒品嚟嘅。但係可惜，根據2個人嘅 WhatsApp 記錄同馬家健所講嘅版本係完全吻合嘅。咁即係話，海關喺呢個時候仍然係揾唔到任何證據去證明馬家健係明知包裹裏邊嘅嘢係毒品嚟嘅。甚至我哋可以話，從種種跡象睇嚟，係有合理嘅可能性，馬家健係符合唔到運毒罪嘅心態元素嘅。
由於馬家健已經將洪志謙供咗出嚟，所以海關人員立即致電洪志謙細佬開設嘅拉麵店，希望知道洪志謙嘅下落。而根據佢細佬提供嘅資料，海關人員立即去到洪志謙嘅住所搜查，喺佢嘅住所內搜出20包10克以下嘅可卡因，所以海關就立即將洪志謙以藏毒罪拘捕咗啦。嗱，好明顯呢啲可卡因並唔係海關人員喺10月19號喺機場發現嗰一批毒品嚟嘅，因為嗰一批毒品最後係因為冇人去郵局領取而被海關沒收咗。所以雖然喺洪志謙嘅住所係搜到20包少量嘅可卡因，都只能夠另案處理，而唔能夠作為呢一宗案嘅證據。咁究竟喺兩個人之中，邊一個先係主謀呢？係馬家健想借洪志謙為自己一身，定係洪志謙想借馬家健過橋呢？定還是案中仲有其他幕後主謀呢？呢一點就要留待海關進一步調查啦。喺馬家健喺機場海關錄口供以及洪志謙屋企搜到少量嘅可卡因之後嘅一日，即係11月5號，喺扣留限期48小時屆滿之前，海關就將馬家健同埋洪志謙兩人拘捕，控以串謀販運危險藥物罪啦。但係我哋應該知道，以當時嘅證據嚟講，要告佢哋呢條罪，證據仲係十分之薄弱嘅，所以控方立即向裁判官提出要多啲時間進行搜證。咁到目前為止，呢一宗案似乎都係一宗好普通嘅運毒案嚟嘅啫。咁點解最後會演變成為一宗司法界嘅大醜聞呢？原來當呢一宗案喺2017年8月28號喺高院開審嘅時候，坐喺被告欄嘅人已經冇咗洪志謙啦，只係剩低馬家健一個人嘅。而控罪亦都由串謀販運危險藥品改為販運危險藥品。究竟由2016年11月5號至到2017年8月28號呢大半年期間係發生咗咩事呢？以致律政司由原本控告兩個人串謀販毒，改為只係控告馬家健一個人而放生洪志謙呢？當中又有冇涉及一啲不可告人嘅不法勾當？原來事情嘅轉捩點係發生喺2017年3月3號嘅。喺2017年3月3號，一個叫做陳強利嘅人，聯同一位年輕嘅大律師張曉慧，去到西九龍裁判處羈留室探望馬家健。佢哋對馬家健講：呢次對你嚟講係證據確鑿，勝算好低㗎，所以不如認罪啦，以博取減刑嘅機會。另外，如果事件只涉及到一個人嘅話，控罪同埋量刑都會比較低嘅。但如果涉及到其他人咯，咁量刑就會比較重㗎啦。咁既然你已經打唔甩落，再加上如果冇咗你嘅指證，咁就冇其他證據證明洪志謙有罪啦。咁不如乾脆改口供啦，改為你自己認罪，並且改口成件事同洪志謙完全冇關係嘅，咁對大家都有好處啊嘛。馬家健聽到陳強利咁講，佢就同意咗啦。於是陳強利就揾咗一張用電腦打印出嚟嘅聲明俾馬家健簽。呢一份聲明係話馬家健表示自己承認有關嘅控罪，並指出案件係同洪志謙完全冇關係嘅。然後喺6日之後，即係2017年3月9號，馬家健喺兵屋懲教處親筆寫咗一段文字交咗俾張曉慧大律師，內容係：本人馬家健經律師的解釋後，我被指示向律政司及香港海關給予補充的資料，主要是要更正有關早前我曾經於2016年11月向海關供詞，事實上沒有人指使我去領取包裹。我亦明白以上陳述的法律後果，而以上陳述是出於自願的。然後喺4日之後，即係2017年3月13號，馬家健當時嘅法律代表向控方傳達咗以下嘅文件：我的當事人將會承認所有控罪，並願意協助證明第二被告洪志謙的清白。他們原本是一同在一間拉麵店工作，直到我當事人離職為止。當我的當事人被捕時，他處於很困惑的狀態，所以給了錯誤的證供。其實第二被告洪志謙是清白的。嗱，聽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疑惑，呢個叫做陳強利嘅人究竟係咩人呢？佢點解會突然走到去羈留室勸佢認罪呢？佢究竟係馬家健嘅法律代表，定還是係洪志謙嘅法律代表呢？如果係代表馬家健嘅，咁佢所俾嘅所謂法律意見，又點解會處處為洪志謙謀取利益嘅呢？原來呢個陳強利係由洪志謙嘅細佬向馬家健嘅父親推薦嘅，而且馬家健係唔使俾任何費用嘅，費用係會由洪志謙嘅細佬負責嘅。咁聽到呢度，我哋都應該知道發生咗咩事情啦。但係問題係馬家健之前既然已經認咗罪啦，點解突然反口呢？控方點解又會完全唔懷疑嘅呢？有關呢一點，原來陳強利係早有準備嘅。
根據馬家健後來嘅證供，喺佢答應咗改口供之後幾日，陳強利將一份用電腦打印出嚟嘅口供交俾馬家健，仲吩咐佢要背熟呢份口供嘅內容，等將來海關再問話嘅時候，就可以對海關講出呢個版本。而呢個版本係咁樣嘅。其實呢個集團嘅運作方式係咁樣嘅。首先喺海外訂購一啲可卡因返嚟，然後諗辦法將佢寄返嚟香港，每次都物色唔同嘅人去攞貨嘅。攞咗包裹嘅人就會將包裹交俾另外一個人，然後就會直接帶返去總部㗎喇。成個過程都係會有人遠遠監視住嘅，確保過程係唔會出錯。咁樣總部嘅人收到包裹之後，就會將啲可卡因加工、包裝同埋出售㗎喇。而我之所以知道呢個運作，就係因為我以前係負責遠距離監控嗰啲人嚟㗎。本來開始嘅時候我都唔知道係可卡因嚟嘅。開頭阿強哥就係同我講，嗰啲係非法進口嘅電子零件嚟㗎。但係嗰陣時佢話驚有人出蠱惑，所以就叫我負責跟蹤同埋監視佢哋啦。佢叫我如果發現中途如果有人有可疑，例如唔係將啲包裹直接交去總部，而係拎去另一個地方，又或者中途同其他人接觸，甚至係報警嘅話，我就會立即通知阿強哥㗎啦。每次強哥都會分發我一個唔同嘅手機俾我㗎，而手機係一早 set 咗電話號碼入去㗎，我只要長撳一個掣就可以打到俾阿強哥㗎啦。完成之後，我要將呢一個手機交翻俾阿強哥㗎。每做一次，我可以得到1000蚊。我一共做咗2次，所以就有2000蚊啦。咁點解今次我會變成負責收貨嘅呢？就係因為喺第3次嘅時候，強哥話俾我知，最近收包裹嗰啲人玩嘢啊，所以俾佢炒咗。強哥話我之前嗰2次做得好好，所以好信得過我，所以就問我有冇興趣幫佢拎包裹啦。佢話如果拎包裹嘅話係可以有5000蚊㗎，所以我就答應咗啦。過幾個月之後，強哥話叫我去拎包裹，咁我就俾海關拘捕咗啦。我喺之前嗰份口供話阿謙叫我咁做㗎，其實係我屈佢嘅啫。真正叫我做嘅人係強哥啊，而唔係阿謙啊。而我之所以最初會屈阿謙，就係因為佢仲係爭我一筆賭債未還，所以當時我決定交貨俾佢咯。而我而家知道咁樣做係唔啱㗎啦，所以我已經同律師講咗，係唔關阿謙事㗎。真正指使我做嘢嘅人係強哥先啱啊。我知道強哥實際上係喺星期4或者星期5分貨嘅，但係我實在係唔知道佢係分俾邊個同埋分去邊度㗎。其實我只係見過強哥10次8次㗎咋。咁而家我哋大約知道整件事嘅來龍去脈，呢一種充滿疑點嘅黑暗操作，又係咪可以逃出律政司同埋法官嘅法眼呢？呢個可以話係對司法系統一次考驗嚟嘅。嗱，咁我哋而家睇下事情嘅發展係點樣。首先，對呢一次峰迴路轉嘅改口供，律政司係點樣回應嘅呢？2017年3月16號，律政司正式通知馬家健，表示接受馬家健改口供嘅申請，而且馬家健將會單獨於高等法院面對企圖販毒罪嘅指控，而洪志謙就會因為喺屋企搜出少量嘅毒品，而喺區域法院被控以藏毒罪。嗱，我見到啦，呢個就係律政司對呢次極唔尋常嘅事件嘅反應啦。不過公道啲嚟睇，由於律政司係冇天眼嘅，佢未必知道喺3月3號聲稱代表馬家健嘅法律代表會到羈留室勸馬家健自己承擔所有責任嘅。律政司喺呢個階段亦都未必知道陳強利係曾經用電腦印咗一份新口供，叫馬家健背熟去，用嚟應付海關人員嘅查問嘅。佢哋更加唔會知道，原來呢個聲稱代表馬家健嘅師爺陳強利同埋嗰個年青大律師係由洪志謙家人代為支付費用嘅。所以嚴格嚟講，律政司呢個反應暫時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即使喺呢個階段，律政司唔能夠肯定事件嘅背後係有人正在進行一啲不可告人嘅操作嘅。但係至少喺呢個時候，佢哋應該會發現 something is wrong。但係好可惜嘅係，當面對可能 something is wrong 嘅時候，佢哋係選擇咗置諸不理。而就係佢哋呢種置諸不理嘅態度，事情就由原本嘅 something is wrong 逐漸演變成為後來嘅 everything is wrong。嗱，我哋而家睇下法官又係點樣面對呢一次極唔尋常嘅操作。2017年8月28號，案件交付到高等法院作開審前嘅處理，只有馬家健一個人被控以企圖販毒罪，而控罪內容，洪志謙嘅名字亦都係被刪去咗，變成阿謙呢一個昵稱啦。聽到呢度，你哋係咪都感到毛骨悚然呢？但係喺等待開審呢段時間，事情又嚟咗一次翻天覆地嘅轉折啊！
喺馬家健還押候審期間，同囚友講起自己係點樣俾人勸服認罪嘅情況。呢一個囚友同佢表示呢一個情況係極之無理，勸佢要揾其他律師幫忙。於是馬家健就將呢一個囚友嘅意見同自己嘅父親反映。咁啱佢嘅父親曾經喺一間律師樓度做過快遞員，所以就立即同佢嘅前僱主求教啦。佢嘅前僱主聽到成個過程之後，都認為事件極不尋常，所以就建議佢立即炒咗原本嘅法律代表，並將口供改返去之前最初嘅版本啦。2017年11月21號，喺開案仲未有正式開審之前，馬家健突然炒咗原本嘅法律代表，並提出收回認罪呢一個申請，由認罪變回不認罪。而案情方面就返去最初被海關拘捕時所講嘅版本，即係佢只係借地址俾洪志謙使用，佢根本唔知道包裹裏邊係裝啲乜嘅。咁當然，法官係唔會容許你咁輕易彈出彈入嘅，所以高院副庭長立即指示休庭調查，仲派咗張慧玲法官負責呢次調查添。張慧玲法官喺聽取咗證人嘅證供之後，係發現咗以下幾項驚人嘅事實嘅。第一，馬家健嘅代表律師竟然係由洪志謙嘅細佬介紹俾馬家健父親，而且費用係由洪志謙嘅細佬承擔。第二，馬家健嘅父親仲收到洪志謙4000至5000蚊嘅金錢援助添。所以因應第一二點，張慧玲法官係認為馬家健同佢嘅法律代表團隊係有嚴重嘅利益衝突嘅。好，第三，馬家健原有嘅律師代表似乎係關心洪志謙嘅利益多於佢當事人馬家健嘅利益嘅，咁樣係有違竭力保障當事人利益嘅原則嘅，所以對馬家健係造成嚴重嘅不公。第四，喺聽過證人嘅作供之後，張慧玲法官係發現喺2016年3月3號喺西九龍裁判處羈留室裏邊，馬家健簽署嗰份認罪聲明嘅情況，似乎同馬家健所形容嘅係吻合，但係就同陳強利所形容嘅係唔吻合嘅。咁基於以上兩點，張慧玲法官係認為嗰份聲明根本就唔係由被告撰寫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喎，張慧玲法官呢次內庭聆訊純粹係要揾出馬家健突然間改口供嘅原因，從而決定係咪批准佢由認罪改為唔認罪。所以至於馬家健係唔係有罪，仲要留待案件正式開審去處理。而基於以上各點，張慧玲法官係認為現在馬家健唔認罪係比起認罪較為合理，所以最後法庭係批准咗佢由認罪改為唔認罪啦。咁就係咁樣，案件係拖到2019年4月9號先至正式開審嘅，而主審嘅係高院法官陳慶偉。但係喺開審冇幾耐，陳慶偉已經發現呢宗案係極唔尋常嘅。喺2019年4月10號，即係開案後嘅第二日，法官陳慶偉喺聽取過主控官嘅開案陳詞之後，突然指示陪審團返去休息室避席，並向主控官周家俊表示擔憂。陳慶偉法官話佢睇過張慧玲法官嘅調查報告，了解過呢一單案嘅背景之後，認為應該停止對呢一單案嘅檢控，並讓執法機構繼續調查，搜尋更有力嘅證據後，先對應該檢控嘅人作出檢控。陳慶偉好明確咁樣同主控官講，呢一單係極唔尋常嘅案件，喺背後發生嘅事實在太可疑，對本案被告作出檢控，其實係將責任轉移到法庭身上，咁樣係對法庭十分唔公平㗎。陳慶偉法官呢一番說話實在係擲地有聲，佢所講嘅搜集更有力嘅證據之後，先至對應該檢控嘅人作出檢控呢句話，意思明顯就係佢認為馬家健唔係應該被檢控嘅人，而應該被檢控嘅人現在仍然係未被正式檢控，而且佢係話將責任轉移到法庭身上係對法庭十分之唔公平。咁呢句話明顯嘅意思就係張慧玲法官已經揾出呢宗案極唔尋常嘅地方，執法機構點解仲唔做嘢呢？律政司點解要堅持呢次錯誤嘅檢控？咁樣其實係陷法庭於不義。呢一次係陳慶偉法官第一次明確咁對主控官大聲疾呼 Something is wrong。當法官陳慶偉向主控官周家俊表達咗以上嘅憂慮之後，隨即表示休庭，讓主控官向律政司匯報同埋索取指示。翌日，周家俊向法官表示已經得到咗律政司嘅指示，案件會繼續檢控。而基於行政司法互相獨立嘅緣故，法官唯有無奈咁接受，繼續俾呢一次錯誤嘅檢控繼續落去啦。但係當控方律師對被告完成主問之後，法官再次指示陪審團返回休息室避席，然後用強硬嘅語氣對主控官講：我其實對呢一宗案係好唔舒服嘅，
我相信你哋明白我講咩㗎。陳強利顯然係想將所有責任推俾被告，以便佢嘅委託人洪志謙可以得到開脫嘅。如果陪審團喺呢個情況下作出有罪嘅判決，將會係好荒謬嘅事嚟。我對控方有兩個建議，一係為馬家健錄取一份 NPS 指證翻洪志謙，另外要研究馬家健嘅前法律團隊，尤其係陳強利有冇妨礙司法公正嘅嫌疑。我唔怕老實同你講，呢一宗案係我擔任高等法院10幾年嘅生涯中，我係從來未遇過令到咁不安嘅案件嚟嘅。之後，法官再次宣布休庭，並要求主控官向律政司表達有關嘅憂慮，希望律政司可以決定終止呢一次嘅檢控。咁事情發展到呢度，似乎應該告一段落啦。只要律政司肯聽從法官嘅建議，終止對馬家健嘅檢控，而且對洪志謙、陳強利進行進一步嘅調查嘅話，咁事情嘅發展就會有180度嘅逆轉啦。但係可惜嘅係，之後嗰日主控官回覆法庭，話經過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細心考慮之後，決定係維持對馬家健嘅檢控。喺呢個時候，馬家健仍然會係呢一宗案唯一嘅被告，而洪志謙仍然可以置身事外。喺2019年4月12號，法庭繼續審理呢一單案件，被告馬家健亦繼續接受控方嘅盤問啦。喺整個審訊過程，控方堅持被告後來嘅認罪口供先係事實嘅真相。根據呢一份口供，主謀人係下落不明嘅阿強，馬家健自己係知道包裹入邊係毒品嚟嘅，而洪志謙同案件係毫無關係嘅。而辯方就堅持佢最初喺機場海關錄影所作嘅口供先係事實嘅真相。佢只係借出地址俾洪志謙用，自己係完全唔知道包裹裏邊係放啲乜嘅。嗱，咁好明顯啦，陪審員要判斷嘅就係究竟馬家健最初喺機場海關落嘅口供係事實嘅真相，定還是後來改口認罪嘅口供先至係事實嘅真相？咁唔知係咪因為後來認罪嘅口供作得太好，當中嘅細節刻畫細微，所以令陪審員較為容易入信？定還是喺陪審員眼中，馬家健將口供翻來覆去，前言不對後語，所以認為佢喺庭上面講嘅口供係極之唔可信？總之，最後有5位陪審員係相信咗佢嘅認罪口供，而唔信喺法庭上面嘅作供嘅，亦即是話，最終陪審員係以5比2嘅比數裁決馬家健罪名成立嘅。而法官陳慶偉亦都根據陪審員嘅判決，同埋根據所涉及毒品嘅重量，作出相應嘅量刑，判處被告23年嘅監禁。發展到呢度，真係 everything is wrong。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事情發展到萬事俱錯嘅地步嘅呢？嗱，呢條問題最後上訴庭似乎係俾咗我哋一個幾完整嘅答案。嗱，我哋而家睇下最後上訴庭係點樣為呢一宗案撥亂反正。原來呢一次張達明係以3個理據去為被告上訴嘅。第一，佢認為法官嘅陪審員指引係有誤導成分嘅，所以導致今次嘅裁決係唔穩妥嘅。第二，佢認為法官嘅陪審員指引係有重大嘅漏洞嘅，所以加強咗對陪審員誤導效果嘅。第三，曾經參與本案嘅2位法官都認為本案係極唔尋常嘅，但係陪審員嘅裁決只係5比2，對呢一宗極唔尋常嘅案件嚟講係一個唔夠強嘅比數嚟嘅。嗱，咁我哋而家睇下上訴庭係點樣回應以上3個上訴理據啊。嗱，首先有關張達明認為原審法官嘅陪審員指引有誤導成分嘅問題，我哋不如首先聽下以下一段陪審員指引先。有一件事我特別想各位陪審團注意嘅，係被告被捕之後提堂之前係2017年1月27號，代表被告人嘅律師樓有一位叫做陳強利嘅律師樓職員，聯同代表被告嘅張曉慧大律師一齊嚟到西九龍裁判法院嘅拘留室探望被告。佢同被告講係被告嘅父親聘用佢哋作為被告嘅法律代表嘅，所以佢哋都要求被告授權佢哋作為被告嘅法律代表。而被告當時都應承咗嘅，而當時被告仲未有法律援助。喺嗰次嘅會面期間，陳強利講俾被告知會翻去研究下啲文件先再算。之後喺2017年嘅3月2號，陳強利同張曉慧大律師再一次同被告會面。喺嗰次嘅會面裏邊，陳強利就同被告講呢一宗案係冇得抗辯嘅，包裹係寄俾被告，冇任何證據指向阿謙嘅。嗱，或者我應該咁樣講，因為陳強利不斷同被告講你呢單案好難打嘅，因為包裹係寄俾你而唔係寄俾阿謙嘅。而大家都一定知道份包裹又真係寄俾被告嘅，而且真係冇其他證據指向阿謙嘅。
但係你哋應該會記得喺第一次嘅見面裏邊，被告嘅口供係指向阿謙嘅。但係喺我哋嘅司法系統裏邊，被告喺錄影會面嘅作供係唔應該牽連到其他人嘅。我哋係唔可以容許呢段作供作為指控阿謙嘅證據嘅。理由係，如果一個被告被逮捕咗之後，佢當然想推卸責任㗎啦，佢一定會將個責任推俾 A、B、C、D 㗎。所以陳強利所提供嘅法律意見基本上係正確嘅，但係冇實質嘅證據指向阿謙。除此之外，陳強利亦都話俾被告知，案件如果牽涉嘅人越多，性質就越嚴重㗎啦。而由於被告人對法律係一無所知，所以佢接納咗陳強利嘅講法。但係事實上，某程度上，陳強利呢個建議亦都係正確嘅。一件案件如果越多人參與，就表示呢件案嘅規模就係越大。所以再一次，陳強利所提供嘅法律意見都係正確嘅。根據被告人講，佢聽完之後覺得好沮喪，因為覺得呢次實死㗎啦。跟住被告就問陳強利，佢話：但係我一早已經爆咗阿謙出嚟㗎咯喎，點算呢？咁陳強利就同佢講：我會諗辦法幫你修改口供㗎啦。最後陳強利就同被告講：越早認罪，刑期扣減就會越多㗎啦。以上一段陪審員指引，上訴庭法官相信係原意係想指出陳強利係希望透過一啲合理嘅法律建議，誘使馬家健盡快認罪，從而令到洪志謙可以甩身。但由於陪審員係冇機會聽到陳慶偉喺之前向主控官提出嗰啲憂慮，所以以上嗰段指引所得出嚟嘅效果就可能適得其反，會令到陪審員誤會法官嘅意思就係指陳強利對馬家健提出嘅認罪建議係合理。咁樣嘅話，同陳慶偉法官呢段說話嘅原意係明顯完全相反嘅，所以上訴庭係認為陪審員所作出嘅判決好可能係被陳慶偉法官呢一段指引所誤導嘅。另外，上訴庭亦都認為陳慶偉法官對陳強利嗰啲建議係過分稱譽。喺原審嘅時候，陳慶偉話陳強利所講嘅係 legal advice， 但係事實上陳強利唔係律師，只係律師樓嘅職員。法官對陪審員宣稱陳強利所提嘅係 legal advice， 某程度上都係對陪審員嘅一種誤導，所以呢次判決係唔夠穩妥。所以上訴庭嘅裁決，上訴方嘅第一項理據係成立嘅。至於第二項理據，即係原審法官有冇喺引導陪審員嘅時候有重要遺漏嘅問題。上訴庭係認為馬家健嗰份認罪口供係詳細形容咗一個犯罪集團嘅運作嘅。佢仲宣稱自己喺呢個犯罪集團係擔任極之重要角色嘅。呢份口供實際上係令到馬家健對自己作出一個喺呢次控罪以外嘅嚴重指控嘅。而根據張慧玲法官嘅調查所得，呢份口供原來係由陳強利起草嘅。而陳強利又係一個被張慧玲法官認定為同被告有利益衝突嘅人物嚟嘅。咁法官又點可以喺引導陪審員嘅時候對呢個情況唔作任何指引？如果結合上訴嘅第一項理據，冇指引陪審員應該點樣解讀被告嘅認罪口供，咁就更加加強咗陪審員有可能認為被告認罪係合理嘅想法啦。咁樣係會令到呢次裁決嘅結果更加唔穩妥。所以上訴庭係認為上訴方所提嘅第二項理據係成立嘅。咁跟住落嚟就係第三項理據啦，即係5-2呢個比數，對於咁樣嘅一宗唔尋常嘅案件，係咪唔足夠肯定嘅裁決嚟嘅呢？有關呢一點，上訴庭係完全同意張達明所提嘅呢個觀點，所以同樣嘅裁決呢個理據係成立嘅。咁就係咁樣，歷時5年嘅呢宗官司，終於喺遺憾中落幕啦。當上訴庭判咗被告上訴得直，並且決定無需要發還重審之後，上訴庭法官仲提出咗幾點質疑嘅。呢一宗案唔尋常嘅地方，唔單止係因為被告竟然俾佢自己嘅法律代表團隊游說佢承認一項極之嚴重嘅罪行，而呢一個罪行嘅證據係薄弱到可以話係無辜嘅。更嚴重嘅係，控方似乎係為咗可以得到被告嘅認罪，而換取放棄起訴一個明顯有充分證據檢控，而且明顯罪名更為嚴重嘅人。如果講起初係冇證據顯示洪志謙有犯罪，但係馬家健第一次喺機場海關作供之後，海關大可以對洪志謙作出調查。洪志謙同馬家健嘅短信記錄亦都足以成為指控洪志謙嘅有力證據，甚至對一個明顯人品背景都較好嘅馬家健嚟講，控方大可以俾佢進行 NPS， 好讓佢可以對洪志謙作出更有力嘅指控。
種種跡象顯示，控方似乎只係想得到馬家健嘅認罪，而對案件中可能係更嚴重嘅犯案者完全冇興趣嘅。嗱，咁好明顯啦，上訴庭以上嘅質疑係衝着執法機構，即係海關而嚟嘅。點解告一個唔告一個呢？點解會選擇告輕唔告重呢？點解唔繼續調查呢？係咪只要揾到人祭旗就可以敷衍了事呢？點解陳強利作為一個曾經被定罪，而且係強姦未遂、搶劫入屋盜竊勒索罪嘅人，可以獲得律師行文員嘅就業機會呢？呢個可以話係對整個法律行業嘅強烈控訴嚟。呢個行業嘅害群之馬，陳強利有可能係最誇張嘅一個，但係絕對唔係唯一嘅一個嚟嘅。點解針對洪志謙嘅案件會被撤銷？而控方係咪曾經作出過任何努力，例如要求馬家健指證佢，以求使洪志謙被審訊呢？咁跟住落嚟，上訴庭法官開始對個別人士問責啦。檢控當局係唔係對馬家健司前嘅律師嘅行為進行任何刑事調查呢？嗱，我哋知道喺上訴庭呢份判詞發出冇幾耐之後，陳強利同埋張曉慧大律師係已經被落案控以妨礙司法公正嘅，可以話係大快人心嘅。原審法官喺2019年4月11號將案件押後嘅時候，主控官係唔係真係有將主審法官嘅憂慮正確咁傳遞俾律政司嘅高層知道呢？究竟係繼續嘅檢控嘅決定，其實係由邊個落決定嘅呢？咁以上幾啲問題，其實我哋得到咗正確嘅答案未呢？尤其是最後呢條問題，究竟當時作出呢個荒謬決定嘅人係周家俊定係梁卓賢呢？定還是更加高級嘅人呢？對於呢個問題，直到今日我哋仲係未有答案。嗱，上訴庭喺判詞嘅尾聲仲講出咗一段語重心長嘅說話嘅，佢話呢一個案件即使唔係史無前例，亦可以算係極唔尋常。發生喺本案嘅所有事情都唔能夠反映香港法律專業同埋法律系統好嘅一邊。如果將來要避免司法不公，以上所有都係需要回答嘅嚴肅問題嚟嘅。我哋確信有關當局係會妥善解決呢啲問題嘅。我哋確信有關當局會妥善解決呢啲問題。呢句說話實在係可圈可點。如果有關當局仍然係有公義嘅話，呢個確信的確係合理。但係反轉嚟講，如果最後呢個問題係冇被妥善處理嘅話，咁就表示我哋一直以嚟確信嘅嗰一種公義，可能已經唔再存在啦。